我们今天画一个偏现代的偏现代的一个四尺作品。我们这个构图对不对？是我们常见的束缚 x， 对吧 ？x 构图就 x 这样由上到左，再到右，再到左，这样一个构图。调墨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对吧？笔尖调墨，先画近景的这块山石。我们先把近景的这块山石画出来，先定我们近景的位置。你看画现代山石的时候和我们传统山石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勾的时候，你看可以边勾边皴，看对不对？我们边勾边皴，让我们的山石勾皴，它是结合在一起。你看，我们结合在一起。也是它也是先勾结构，你看勾完结构以后，对吧？勾完结构以后，我们就顺势把里边的皴结构一下呈现出来，对不对？你看一下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你看画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勾轮廓线，再勾结构线，然后再皴？我们画现代的山石的时候，山石，对吧？我们勾出来。勾完以后，我们顺着这个笔势，把里边结构、皴一体呈现出来。你看我们一体呈现出来，它里边结合的皴法，对吧？它就是把各种皴法都融合在一起，都融合在一起。有的小就是短披麻，对吧？短披麻侧面还有小的斧劈，我们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就是不是单一的一种表现方法。我们传统的山水画来说，你看，要是说，像我们青瓷王的，它就是以披麻为皴，就以披麻皴为主。它不管近景的山石，还是远处的这个大山，它都是以披麻为主。我们现代山水来说，它就是把各种皴法结合在一起，它结合在一起，比较丰富。你看我们画出来的山石，对不对？它比较丰富。看中间这一块很明显，我们用的是吧？披麻皴。到后边的结构，你看到我们侧面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用一点什么？用一点小斧劈向下，你看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小斧劈，各种皴法，我们融在一起。画完以后，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把我们近景的灌木画出来。你看画灌木的时候，笔尖调墨，画那种我们常见的鸽子点、芥子点，只是说他用笔的时候，对吧？他用笔的时候，侧锋比较随意去画，对吧？你看，比较随意的去画它这个叶子，用笔呢，对吧？要活，对吧？要活。主要
表现它的墨的变化。你看，主要表现它的浓淡墨的变化。哎，让它和这个山石，看啊，和我们近景的山石融在一起，看对不对？哎，融在一起。我们要平时你要画的，我们前2天画的这个比较偏向传统的这个时候，对不对？他画的这个节字点呀，特别细腻，表现的特别清晰。哎，到时候我们看画线的时候，现在画山水画的时候，偏向于写意，对不对？哎，偏向于写意，用笔呢，哎，要随意，要放开，对吧？要放开。哎，你看啊，我们现在画这个现在的树木和我们传统树木有什么不同？画树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传统的树木，还是现在的树木，它都是说也是从上，对吧？有树梢的地方、树头的地方开始表现，哎，也是从上开始表现。上来一叠，我近景也是啊，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个树木，哎，稍微大一点的树木。哎，过来，哎，先把树头的地方，对吧？树头这一部分先画出来。你看啊，先画出来。它这个树身，对吧？我们整个这个树分什么？哎，树头、树身、树根，对吧？先把树头的部分，哎，我们先画出来。看啊，过来，哎，这就是我们啊前面的树枝，对不对？它把我们的树干遮挡住。哎，我们到这儿要断开，哎，要断开，过来，哎，先把左边，对吧？先把我们左边结构处理出来，哎，过来，看啊，哎，左边的整体结构下来，对不对？哎，整体的结构，先把那个左边结构整体的画下来，右边看要随着我们左边的结构，这个结构线，哎，去变，对不对？哎，这个结构线去变，到树根的地方，哎，让它稍微变化一下，过来，看到时候画完以后，我们就画什么呀？哎，稍微皴一下我们里边这个结构，树上的这种皴，就是树皮，斑驳的那种树皮，稍微皴一下。看啊，左边左边那枝它是在这个树的前面，对不对？我们教它清楚以后啊，对不对？教它清楚以后啊，我们看后边的树枝，哎，这是后面的树枝，它是在我们主干的后面，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出这个结构的时候，哎，先把这个结构线勾了以后，我们再出侧面这个枝，很自然的，它就感觉就是哎，在这个对吧主干的后面，哎，上面的小枝加一点，看不管画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的出枝方法，对不对？它的出枝方法是相似的啊，你看都是我们常讲的鹿角枝，对吧？
鹿角枝。出完树枝以后啊，出树枝以后，叶子，你看我们前面的啊，画前面灌木的时候，我们用的这种笔法，侧锋，哎，侧锋去画，画笔侧过来，让这个笔的接触纸的面积，对不对？哎，让笔接触纸的面积要多一点。你看，哎，产生这个浓淡墨的变化，还有什么？还有它的干湿的变化。哎，干湿的变化也是在树尖的部分开始啊，有树尖的部分，哎，靠近像树干的地方去点叶子，对吧？一组一组的啊，对吧？我们不要乱，哎，一组一组，你看，先上面一组，左边一组，右边一组，对吧？这样去点啊，这样去点，让它每一组叶子，对吧？我们都要产生一个浓淡墨的变化，看，哎，让它产生一个浓淡墨的变化。哎，过来，哎，看，这样稍点一下，对不对？稍点一下。哎，先把树头的部分，哎，我们先把树头的部分完成以后，哎，我们画这个现代这个树木的时候，用笔呢，是不是？哎，你就放开一点，大胆放开，哎，大胆放开，重墨，然后用淡墨稍破一下，对不对？完成以后，哎，我们点完那个重墨，然后用淡墨，你看，顺势我们用淡墨破一下，哎，把叶子破一下，哎，下面对吧？靠近下面的时候，上来树后面上来两个叶子，哎，这是前面对吧？比较高的一个啊，比较高的一丛树，它是一个主要的啊近景主要的一个景致，对不对？所以说画的时候，哎，把这个画的稍微的颜色呀、墨色呀稍微它重一点，这样去处理。到后面你看啊，哎，后面小的树木，哎，再来一棵小的，哎，去穿插一下。哎，画这个树的时候，你看，你注意什么？你看，你要前面的树的时候，有两棵树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有个主次，对不对？它就有主次的这个区别。哎，主要的这个树，我们画的稍微高大一点，哎，对吧？我们稍微的高大一点。哎，后面那个树木呢？哎，稍微画的哎小一点，这是一个大的连个小的，哎，这样啊，对吧？一个大的连个小的，哎，这棵树呢要比前面的树哎要小一点，看要小一点，对不对？要小一点，它也是在这个树的后面
在树的后面，我们用那个用墨的时候，把它偏淡一点。你看啊，对不对？我们用墨的时候，让它偏淡一点。哎，偏淡一点，这样它就把前后的关系，对不对？前后数的关系，哎，就能很清晰明白的体现出来。在后面小的啊，看我们画后面小的这种点叶的小的树枝勾一下，哎，这个小的树枝，哎，下来，看到后面，后面我们这个小的树枝是补充一下这画面，所以说画的时候你可以淡墨用中锋，对吧？画一点小的这种小的树枝，给穿插一下，穿插一下。到下面啊，下面也是作为一个什么？哎，作为一个树丛，哎，画个树丛，用什么呀？用我们这个淡墨散锋，看，就是我们在这个路边，哎，这种小的树丛，不是小的这种这个草坪，对吧？草坡一类的啊，哎，淡墨干笔，稍微点一下，这是我们近景的啊，近景的树木山石完成以后，对吧？我们画江边的啊，江边这个常见的，像贵州或者是这个云南那边的，哎，江边这个吊脚楼，你看啊，画这种吊脚楼，这个结构，先画侧面结构，你看啊，先画侧面结构出来，哎，先把侧面结构，对吧？侧面一个小结构，我们先画出来，再画主要这个建筑的坡顶，看啊，再过来，画完这个结构，看我们画下面啊，哎，下面支撑的这个柱子啊，哎，这个支撑的柱子画下来，先画这个结构，我们把整体的结构先画出来。你看啊，画完以后，栏杆，哎，画我们的栏杆部分啊，过来，哎，先把栏杆画出来，它是江边的，对不对？哎，江边，我们这个就和我们这个北方的阳台，对不对？它是靠近江面的，哎，这种平台。结构我们要掌握清楚啊，哎，我们要把它这个房屋的简单结构我们要掌握清楚。过来看啊，然后这是栏杆啊，哎，这是我们向上走的栏杆，过来，看，过来，整体的啊，整体的勾完以后，
我们再勾里边详细的结构。你看啊，勾完以后，里边小结构看怎样去处理。过来，对吧？这是一个墙面，对吧？我们墙面过来，这是一个窗户，这是个窗户。在这个一上楼梯的地方，对不对？一上楼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门，对不对？你看啊，你上来以后，对不对？跟着上来以后，这就是进去，就是我们的房屋的这个小门儿。它这个墙面，你看啊，侧锋，我们用侧锋稍擦一下，沿着这个房檐的地方向下去擦，向下去擦，把这种结构，表现一下，这个墙面结构，上来一点，擦一下，稍擦一下。到后面，你看啊，到后面被树遮挡的地方，对吧？我们就是简单的交代一下就可以啊。你看被树遮挡的地方，这就是后面就是虚的啊，稍微过渡一下就可以，过渡一下就可以。看我们这次画这个上面瓦的部分，你看啊，画瓦的部分以后，稍微的画的稍微的长一点，你看，我们稍微画的长一点，这个瓦铺的时候有疏有密，可以铺的稍微这地方密一点，局部的可以稍微稀一点，对吧？要注意它的这个疏密变化。过来，你看啊，我们勾瓦的时候，得稍微让它，稍微有一点弧度，不要画上那直线，稍微就让它有一点的弧度就可以。你看，稍勾两笔就可以。到后面以后，它被这个树遮挡，我们就不要，就是说再去勾，让它透过去，对吧？透过去，掩映到树的后面。下边就是小路，你看啊，淡墨，淡淡的墨，勾一下这个小路，勾一下小路上来，然后它这个小路是向树后延伸，你看对不对？树后延伸，江边，你看啊，可以勾一些小的树木，对不对？你看勾完以后，淡墨，我们用淡墨点一下这个叶子，点一下淡墨，点一下这个叶子就可以。来一点，看，少点一点。我们这个对吧？也可以在这个阳台的地方，我们栏杆的地方，稍等一下，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人物，对吧？在江边看这个欣赏江景，对不对？
近景的啊，我们看在这个江边，可以画一个小船。看我们传统的船和现代的船不一样，你看，哎，这是现代的，对吧？我们稍微偏现代的一点这个小船，船头也是啊，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我们船头让它翘起来一点，让它翘起来一点。船舱淡墨渲染一下，过来，哎，撑杆，安排一个撑杆下来。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船的下面，对吧？我们可以画倒影，因为是现代的啊，对不对？现代的山水，我们可以在下面看，我们可以画上倒影。但是传统的时候，我们不要画倒影啊，画传统的时候不要画倒影。沿着我们的船的这个位置啊向下，上次同学就说啊，就是说是不是和画斧劈一样啊？对，就和我们画斧劈皴一样啊。侧锋，向下，画出水的倒影，船的倒影啊，画出船的倒影。近景的，我们把近景的树木，对吧？房屋完成以后啊，下面可以画后面的远山。看画远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注意把我们远山的这个结构，我们要掌握清楚啊，它的山石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过来，看啊，先把这个山石的大致轮廓我们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对不对？勾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分它的，把轮廓勾出来以后，我们再分它的里边的小结构，对不对？我们先分里边的小结构。它和我们画传统的山石，对吧？它分的山石结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先把轮廓勾出来，对吧？勾完轮廓，我们勾里边小结构。它是整体的啊。我们画这个现代山石的时候啊，它要的是整体效果，不像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你画山石，对吧？画传统是山石，你要一层一层的，它的结构由前向后，对吧？要交代清楚。我们画现代的时候，你就整体的看一个大结构。你看，就是说把山石亮面，对吧？这就是亮面，我们表现出来，对吧？这是我们村的多的话，它就是个暗面。要这种大体的明暗结构就可以，对不对？我们要主要表现它的大体结构。下面你看，下面就是云，对不对？下面我们就处理云的地方，淡墨，先把这个云的这个外形，我们先画出来，先画出来。先把下边的云，它这个形状，先把形状我们大致的形状，我们先用淡墨画一下，先画一下。
看，这是前面的啊，前面一个山面，对吧？山石的这个宽面结构，后面这个泼墨，对吧？我们用一下泼墨的方法，它这个泼墨是什么？表现山石，山上面这个植被，是为了表现植被。过来，看啊，画出一个大体的外轮廓，大体的外轮廓，小结构，稍处理点小结构。过来，你看啊，现在村这个山峰的时候，你看啊，哎，村这个山峰的时候，你看我用的笔是怎样去变化的？你看啊，怎样去变化的？把笔侧过来，把笔侧过来，沿结构线，哎，用这个斧劈的方法，对不对？现在啊，我远处这个山峰，对不对？我用的是斧劈的方法，勾一下，沿结构线，哎，侧锋这样去劈啊，哎，这样去劈。哎，山峰呢？它山峰的顶部，哎，大漠，你看，大漠就是我们稍微水分哎稍微大一点，对吧？我们稍微水分大一点，你看我们这样画出它的这个植被，看山峰上的这种植被，哎，用这个泼墨的方法点出来，哎，点出来，哎，到下面，对吧？到这个向右的这个小的结构，过来，把笔侧过来，你看啊，把笔侧过来，看这就是我们用生宣的这个效果。你看，它把这个墨的，对吧？墨的这种水痕，哎，都能在这个宣纸上呈现出来，哎，都能呈现出来。淡墨，看啊，哎，下面我们画这个这个云的时候，你看啊，哎，用淡墨把这个云的大致形状我擦出来，哎，我擦出来，哎，稍擦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样我处理云的这种笔法，哎，要注意一下我处理云的这种笔法。这不是我们常见的啊，我们常用的就是湿染法，云的湿染法。我今天呢啊，哎，这个方法是用云的干染方法，哎，近景的中景，看啊，我画出来以后，哎
后下面啊，你看它靠近江面的时候，稍微的画一点下边的靠近江面的山脚，对吧？靠近江面的山的这个山脚的结构，这样的啊，它这个结构是下面是实，对吧？下实，上面是虚，和上面的云它是一体啊，它是一体。你看，下面让它靠近水面的时候，它的用笔是实的，上面呢，让它留出云来和上面的云去这个相那个对称，对不对？相对称。向右边续过去，就是这边树后面都是这个云层，对不对？都是大的云层，大面积的云层。那感染云的方法，感染云的方法就是你先用淡墨，不同的淡墨去表现，有稍微你看这个墨，我的淡墨稍微深一点，是不是？稍微深一点。然后你看这边的淡墨稍微浅一点，不同的墨色去表现，不同的墨色去表现。水的倒影下来，你看江面了，用淡墨，用淡墨把这个山的倒影稍画一点，稍画一点。远山，看啊，下面就是我们画这个远山部分。看它的画面衔接是在哪儿，对不对？是在这个树和我们山峰是在这儿衔接在一起的。你看啊，我们要注意它这个画面的衔接，对不对？它是这样衔接在一起的。你看，由左向右，再向左，再向右，它这样的构图方法。远山，你看啊，下面画远山，淡墨勾出来，我们直接用这个淡墨清水，你看啊，清水调一点淡墨，在笔尖含的墨呢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让它呢在这个云的地方，你看，我们这是山峰，这是山峰，过来，看，这就是远处的啊，远处的山峰，然后中间，你看啊，我们中间，这就是啊，这是似显非显的，就是我们似连非连，似显非显，这让你充满想象。这可以是云，对不对？也可以是云，也可以是山峰，对不对？也可以是云，也可以上山峰。要用你的想象力，去表现它。
过来。完成以后，你看啊，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建筑的地方，哎，这前面房屋的地方，弹幕，你看，弹幕加一下，加在哪儿？加在我们这个房檐的下面。哎，少来一点弹幕，你看啊，哎，少来一点弹幕。哎，少来点弹幕，稍轻染一下啊，稍轻染。还有下面，你看下边它这个靠近江面的地方，哎，它的这个靠近下面，它下边都是那种这个柱子，对不对？哎，稍微的渲染一下，把它表现出来。哎，你看啊，到这个近景的山石，弹幕，你看啊，可以用弹幕渲染一下它。哎，暗部结构，哎，稍来一点暗部结构，稍加一点，对吧？我们加深一下山石它的明暗关系，对不对？哎，我们加深一下它的明暗关系，稍来一点。哎，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你看上色的时候，淡淡的上一点，它的山石这个明暗结构、立体感、前后关系、前后层次，对吧？都能很清晰的呈现出来。但是我们亮面是不是？哎，亮面啊，不要加太多的皴擦，哎，就是整体上就是暗的地方就让它暗下来，亮的地方就给亮起来，哎，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对比，对吧？很明显的这种明暗对比。看我们画这个云，对吧？我们平时用的都是那种湿染云的画法啊。今天我们看这个干染云的画法，怎样去处理，对不对？你看啊，我们先处理云的地方，用淡墨。你看啊，先处理云的地方，用不同的浓淡墨。哎，去处理。哎，先把这个云的形状，对不对？哎，先把这个云的上面翻滚的这种形状，我们先表现出来。先表现出来，就是说他画的时候啊，他需要不同的墨色变化。干笔，看啊，稍微的啊，稍微用笔稍微干一点，你看，稍微干一点，稍微干一点，然后啊，到它中间一个云层薄的地方，你看，靠近山的地方，对吧？靠近山的地方，它的云层相对来说比较厚，我们用墨稍微的重一点。到中间云层薄的地方，淡墨，轻轻的擦出来，轻轻的擦出来。用笔呢，你看啊，我们画这个干染云的方法的时候，用笔呢，稍微的啊，侧锋，用这个侧锋，轻轻的擦出来。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让我说这个村呐或者什么，可能大家不理解。擦，你看啊，
用干笔擦出来。你看侧过来，你看侧过来，干笔擦出中间薄的云层，对不对？中间薄的云层，看这样擦出来，对不对？它下面这个结构，你看啊，每个云层，每一组云层它下面的结构稍微的怎么样？你稍微让它重一点，你看啊，稍微重一点。其实我们这个湿染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上面这个云，它这个云层也是上面是稍微淡一点的墨色，云层下面它的结构，对不？它的墨色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所以说整体上我们这个染云擦出来。让它上面的结构，对不对？淡淡的干笔擦出来，你看，越向中间云层薄的地方，我们的墨，对吧？越淡。看形成啊，你看它形成这个云层，它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形状，对不对？要形成有突出的地方，有凹进去的地方，把云的这种动态，把云的动态我们表现出来。后面，也是啊，干笔擦出来，擦出它的云的这个，对吧？这个形状，擦出来。一般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干的，对吧？干染云法和湿染云法结合到一起，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干染云法和这个湿染云法结合到一起，不是单一的。这个云就是说用干染云法就画，那个云就是用这个湿染云法，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就画。它后面大面积的这个云团，我们先表现出来。那到后面，你看到后面这个云海，对吧？这云海的这个形状，我们就要什么？就要用这个湿染的云方法去处理，因为你用干染云法，你处理不出云海的那种，这个说这个飘逸的那种感觉，表现不出来。我们看大块的这个云团，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染云的方法，我们去处理。那到后面云海的一层一层的云海的地方，对吧？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湿染云的方法，去处理。先处理出来。然后把云，对吧？处理好以后，我们开始啊，染色部分。染色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现代山水染色，它不是说像我们常讲的这个浅酱啊、精绿啊，它区分那么大，就是说我们都是结合在一起把这个精绿啊、浅酱啊，
对吧？我们都结合到一起去染。亮的地方，对，对，这个干染匀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用，你看我们湿染匀的时候也是用淡墨去处理，我们干染匀的方法也是用淡墨啊，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处理，只是说它的淡墨，它里边稍微有点变化。你比如说近景的靠近山的地方，我们淡墨呢，是吧？墨色稍微重一点。到后面以后，你看到后面还有中间云层薄的地方，对吧？它的墨色相对来说比较轻，水比较多，不是说一种墨色去染的啊，不是一种墨色去染的，它稍微有点区别。你看靠近山的地方，对吧？你看墨稍微重一点，到中间的地方，云层薄的地方，对不对？它的墨色就轻一些。生宣啊，生宣。湿染匀方法就是我们打湿以后，你看啊，先染这个，我们先染上面吧。你看我们上面湿染匀的方法，我把上面打湿以后，你看啊，我们下边是干染匀的方法，上面云海的地方，我去用这个湿染匀的方法。我们打湿以后，看啊，对不对？先打湿以后，也是一样的墨，对吧？一样的淡墨，一样的淡墨。你看我去染这个云龙上面云海，这是湿染方法，下边是干染匀的方法，上面是湿染匀的方法。淡墨，你看啊，在这个画面半湿的状态下，我去染匀，对吧？趁湿，淡墨我去染，你看，就是表现这种云海，对不对？我用这个湿染匀的方法。就是我们现代的山水来说啊，现代山水来说，湿染匀的方法，用的比较多。比如说处理黄山云海大面的这个云的地方，我们前段时间课里边讲那个水墨的黄山烟云，大家有没有注意？我那个画面这个云，对不对？就是用打湿了以后，给表现这种云海。它能把云的这种缥缈、灵动，它能表现出来。然后我们渲染的时候，你看，渲染的时候，现在它也比较容易，比较方便。你看，对不对？比较容易染出它的云的这个状态、形状。表现这种，对吧？这种云层，这就是我们打湿了以后，这是湿染匀的方法。把画面需要染匀的地方，我们打湿淡墨，
去渲染云的地方，你看啊，对不对？上面云海的地方，这就是用的湿染云的方法。染完一遍大墨，对不对？哎，染完一遍大墨，我们调整的地方，对吧？要趁湿，你看啊，趁湿去调整，哎，趁湿去调整。近景的云层，稍微让它，对不对？可以稍微让它正一点，我们可以加一点淡墨啊，少来一点淡墨。到上面的时候，哎，它是越来越虚，对吧？越来越远，越来越虚，是这样的。看，我这一幅画面，哎，这一幅画面是不是近景的云？我用的是干染云的方法，哎，干染云远处，对吧？这是云海的地方，我就用的是湿染云的方法，对吧？哎，到我们前面啊，你看到前面到后期染色的时候，也需要用什么？用湿染云的方法去染，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干染、湿染结合在一起。这个尖毫笔啊，对，我们是尖毫的笔。不是尖头，这个毛笔你看它每一支毛笔它都是尖头的。染云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染云的时候，我们把笔散开，看啊，把笔散成一个扁的形态，对，扁的形态去这个染云。对，我们记住的啊，记住的我们要用什么？干染、湿染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去染，这样呢，这个云看起来这个比较丰富，它层次比较多，哎，它层次比较多。染色，先上赭石，我是先上赭石。赭石，橙黄，你看啊，我们这个染色的时候，赭石、橙黄、花青，看着啊，这个颜色，赭石、橙黄、花青，墨盘对，就是普通的白瓷盘，对，就是普通白瓷盘，我不是磨盘啊，我们用的不是磨盘，太沉，我搬不动那个啊。一般的画画没有用磨盘的，太沉，我们就能用的普通的瓷盘就可以，对吧？加了的瓷这个小一点的盘子就可以。看啊，花青、赭石、藤黄，稍加一点花青调的颜色。树干的地方，它的颜色是赭石偏一点儿绿色啊，哎，记住这个颜色啊，和我们平时我们前2天上树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
所以说每一节课我们里边的内容都不同，对不对？哎，每天的内容都不同。过来，哎，勾出来。山石的地方，对吧？近景山石的地方，这石，这石上来什么？哎，还是上来我们山石，哎，暗的地方，你看，山石暗的地方，我们下面，对吧？我们山石亮的地方留出来啊，留白，用这个赭石的颜色把轮廓线勾一下，你看啊，对吧？稍勾一下，稍勾一下，用赭石勾一下，让它暗部结构，你看啊，花青，你看啊，赭石里边我去加点花青。把山石暗的地方花青染一下，哎，染一下。我们上面这个留白的地方啊，就不要动它，哎，就留白。看，然后叶子地方花青，淡墨，啊，花青淡墨，调这个墨青色。对，这是藤黄，加点花青。哎，叶子地方墨青色。这个叶子的时候，你看我们点叶的时候，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它用这个墨青色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这个墨青色，你看这墨青色，它染出来以后，它比较，怎么说呀？比较这个颜色比较淡雅，对不对？它的颜色不跳，是不是？你看它的颜色，哎，它不像绿色，感觉哎特别跳。你看它的颜色比较清新淡雅。然后我们又表现江边那个，对不对？江边那个树木，哎，可以让它感觉水墨淋漓的，对不对？江边那种水墨淋漓的，叶子含水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把我们近景的树木，还有下边这个草坪的地方，你看啊，把草坪的地方来一点。看它这种，对吧？水边那种，哎，水气淋漓的那种感觉，哎，上颜色，
稍微的水分大一点。你看，哎，不要控制它，看不要控制它，就说，哎呀，我这个颜色怎么这个印出这个墨的这个位置啊？不用担心它啊，稍微印出来一点也没关系啊。我们现代化是写意为主，你看啊，对吧？写意为主，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以小写意去表现。然后啊，我们画这个建筑，我们这个点景的房屋，淡的赭石，画这个小山路，哎，浮勾一下，你看，浮勾一下，越来越远，你看，要注意我们这个小的山路是穿过树后，对不对？得穿过树后，越来越远。我们画这个山水画来说，它讲到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一个是构图，一个是就是我们讲的意境。意境从哪来？就是我们造景，对不对？哎，造景，你自己设计，哎，让你充满想象。赭石，你看啊，墙面的地方，哎，来点赭石，哎，来点赭石，不来。但是我们上面啊，上面这个床边儿是什么？花青，哎，我们先把这个栏杆赭石浮勾一下，你看啊，哎，稍浮勾一下，哎，稍浮勾一下，过来，沿着我们勾的这个墨线，对吧？去浮勾，哎，去浮勾，下来，你看，到后面续下来，房顶，哎，就用花青啊，花青，淡的花青，染一下。染的时候，就是靠近房檐的地方，哎，让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对吧？稍微重一点，让它稍微的重一点。到后面让它淡淡的虚过来，上完颜色以后，清水，哎，清水染一下，趁湿啊，看它形成什么？你靠近这个边缘的地方，对吧？靠近边缘的地方，颜色呢稍微深一点，越向上颜色越浅。近景的啊，远山，看啊，赭石还是这个赭石，橙黄，
高一点。上来一点。结构线，对吧？把结构线、轮廓线，用赭石稍勾一下。你看啊，它这儿，它的轮廓线、山石轮廓线稍勾一下，稍勾一下。然后沿着我们村的这个方向，哎，同学真厉害，记得挺清晰啊。墙面当赭石，加花青，染瓦片，上浅下深，用水晕染，太厉害了，做笔记了。看啊，哎，这个结构线先用赭石，对吧？藤黄赭石，我先勾一下，勾了以后，我在按我们村的地方加赭石，下面，对吧？下面上了赭石，下面呢，花青，对不对？我们花青、藤黄，花青藤黄，加一点大墨，染下面的结构，你看啊，对吧？我们亮面上来，亮面是赭石、藤黄，下面花青、藤黄、大墨，过来，这个颜色，远山。花青，先把这个山峰，染出来，看啊，先染出来，染出来以后，我们下边染什么？染云的地方，山脚，花青，大墨，花青大墨。下面你看我们干染云的方法，染完以后啊，下面上色，打湿一下。我们把云的地方打湿一下，用什么？我去用这个湿染云的方法。我们就是染云，都是说，结合在一起啊，结合在一起。湿染的方法和干染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对，远山花青淡染，花青淡墨。看啊，打湿了以后啊，不要打湿了以后你就去染，打湿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水，我们稍微吸一下啊，
稍微吸一下，就是打湿了以后它的浮水特别多，对不对？哎，我们稍微的染一些这个用这个废的宣纸吸一下。还是我们还调节花青啊，还是调花青、淡墨。哎，染云常用的啊，染云常用的就是花青、淡墨调这个墨青色，我们去染云。如果是染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染那个云海或者是日出的时候，比如染那个旭日东升，它这个云就发一点紫色，我们里边要调别的颜色。对，亮部不能招染，要留点白，留点白就是我们高光的地方，对吧？它的山石相对来说比较亮的地方，我们留白。你看留白以后，它的山石比较透，对不对？它山石比较透，不像我们整个要上完颜色以后，它的山石觉得比较闷。你看，留出白，它的山石感觉比较透。哎，这个花青调淡墨。染云的地方，你看啊，在我们干染云的淡墨的这个地方，可以稍来一点。你看啊，用这个墨青色稍染一点，对不对？它是染的时候啊，你看用笔非常轻，染云的时候，哎，非常轻。然后它整体的颜色是根据我们下面淡墨的位置，我们去上颜色，可以稍微，对吧？可以稍微出来一点，你可以稍微出来它这个淡墨的这个位置，可以稍微出来一点，但是整体上啊，整体上我们要按这个淡墨染匀的地方，我们去上颜色。局部呢可以出来一点，但是整体上，你看，整体上还是以这个淡墨这个位置为主啊，不要出来的太多。过来，到后面，你看啊，越向后，颜色越淡。嗯，对不对？越向后，我们的颜色要浅一点，对不对？要浅一点。到中间，你看，中间是云层薄的地方，用浅的墨青色，浅的墨青色，染一下中间薄的云层，对不对？薄的云层。呀，你们这个要是说不教给大家这个染云，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云干染法怎么染，湿染法怎么染，对不对？这都是，哎呀，这都是几十年的经验。开始的时候染云也是啊，不知道怎么去染，但画的多，对吧？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颜色怎么染，干染的方法、湿染的方法，对吧？
你都要去掌握。对吧？这是我们单染和湿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染云的方法。远处这个云海，对吧？我们是用湿染的方法染的。后期我们可以，你看现在它这个云还是湿的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淡的花青，稍渲染一下，远山，对吧？远山用花青渲染一下。想一下水面，你看啊，水面我们染的时候，让水面稍微发一点什么，让它发一点绿色，对不对？也让它发一点绿色，花青橙黄，花青橙黄，上来一点橙黄。染这个江面的时候，你看花青橙黄，然后三绿，稍加一点三绿，让我们江面让它淡淡的有一点绿色，对不对？让它淡淡的有点绿色。你看我们云的地方，你用的花青是不是？树也是花青，它整个画面，对吧？稍微暗一点，我们就把这个江面，把江面调的让它亮一点，对吧？让它稍微亮一点。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绿色，用这个绿色，稍微绿色，染一点江面。那么江面，对吧？有一点浅绿色，浅绿色。局部啊，我们局部的，看山脚的地方，花青稍加一点，刚才的颜色有点浅，稍加一点。你看我们这个山的颜色，你看要把山的颜色稍加一点，是不是我们云的地方，看有云的地方，是不是它这个就比较明显一点？稍微明显一点。用这个颜色，去把云的这种白衬托出来，你看，对不对？我们用这个颜色，花青的颜色，把这个白云凸出来。对，花青加深一下啊，稍加深一下。整体的颜色啊，你看啊，我们整体的颜色就是说完成以后，你觉得，你看我们近景的，对吧？近景的部分，山石部分，如果觉得不明显的话，
你看，可以用这个赭石，对吧？用赭石稍微的提一下，稍微提一下。你看啊，稍微的提一下，稍微提一点。还是这个，我们还用这个赭石加藤黄，这颜色，稍提一点，把近景的这个山石稍提一点。那暗部结构，我们上了一遍一个花青赭石，然后暗部结构近景的用花青加大墨把它伸下来，对吧？把这个近景的山石下面让它暗下去，让它暗下去。树的，对吧？树根的部分，对吧？靠近树根的地方，我一个小的草坡，要加一点，要加一点。整体的啊，整体颜色就是这种颜色，比较这个清新，也不是说看我们现在上的颜色，也不是这个浅酱，对吧？也不是浅酱，也不是小青绿，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它是结合在一起，把小青绿和浅酱，我们融在一起。对，暗处可以加暗一点，可以加暗一点。对，近景的山石，比如说看，那我刚才加的花青加这个大墨，就是为了把它山石暗的地方让它更暗一点，对吧？更暗以后，它拖的这个我们这块山石，对，就比较明显，就是对比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对比。然后远处的，是吧？远处的山峰，前后的关系不明显的话，对不对？不明显的话，我们可以用花青，对不对？也可以用花青加大墨。你把这个山堵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山峰凹的地方，你可以再加一点，加深一点，很自然，它就把前后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突出来，就是这样的对比，明暗对比。